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赚钱能让人变得更通透？其实，忙碌的办公室和投资市场可能是我们人生觉醒的最佳场所。赚钱才能让一个人通透。美国的迈克尔·罗奇格西被誉为佛商，他在印度潜心钻研佛法数年，终获得佛学博士学位。师父鼓励他回国做生意，你已完成进修，应到红尘中去继续修行，最好当个商人。迈克尔想继续研究佛理，师父却说，忙碌的办公室才是真正的生活，也是觉醒自身的最佳地方。工作是觉悟自身最好的道场。在赚钱的过程中，一个人对自我、对世界的认知也会逐渐深刻。曾有人询问巴菲特，投资跟人性的关系。巴菲特常说要投资你了解的公司，这背后反映出他对人性的一种理解。人往往对自己熟悉的领域更有判断力。他投资可口可乐、吉列、华盛顿邮报等公司，正是基于他对这些行业和企业的深入了解。同时，巴菲特的投资也体现出他对人性的乐观。他相信，虽然人性有弱点，但优秀的企业能够不断创造价值，为投资者带来长期回报。在评判一家公司时，巴菲特不仅看重财务数据，更看重公司背后的护城河，那些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独特优势，如品牌认知度、专利技术、规模效应等。这些优势往往源自公司管理层对行业和消费者需求的深刻洞察，是人性智慧的结晶。正如巴菲特所说，我寻找的是那种即使由一个笨蛋经营也能获得成功的企业，因为迟早会有笨蛋来经营它。巴菲特表示，投资让他更好地理解了人性，而对人性敏锐的观察反过来促进了投资。伯克希尔·哈撒韦是巴菲特现在掌管的公司。事实上，收购这家公司是巴菲特认为自己最大的败笔之一。1962年，伯克希尔·哈撒韦是一家经营困难的纺织公司，股价很低。巴菲特明知纺织工业没有前途，但没有抵御住低廉价格的诱惑，开始买入其股票。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，败给了贪婪。2年后，公司当时的老板斯坦顿向巴菲特提出以每股11.5美元回购其持有的股份。巴菲特同意了，可正是报价信到来时，斯坦顿却临时把价格调低到11.325美元。巴菲特感到被愚弄和侮辱了，于是决定反击。他开始大量收购伯克希尔·哈撒韦的股票，直到获得了控制权并解雇了斯坦顿。这样，他出了一口恶气，生意也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境地。巴菲特后来承认，他收购伯克希尔·哈撒韦的动机是出于个人情绪，而不是理性分析。他再次犯了错误，败给了冲动。在之后的投资中，巴菲特意识到，每一项投资都在跟人性较劲，离人性弱点越近，离财富越远。因此，巴菲特投资邮报、美国银行、可口可乐时，都是在冷静分析其价值之后才果断入手，最终成为一代股神。西方谚语里有一句话，人性是神性和兽性的混合物。站在追求财富的阶梯上，后者无时无刻不在拖拽着你，拉扯着你。如果要爬得高，必得打败心中的魔鬼。知名的商业杂志《福布斯》从1917年创办起，采访过无数企业精英、成功人士，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：相比普通人，他们对人心都有超乎寻常的洞悉。说到底，一个懂赚钱的高手往往也深谙人性。稻盛和夫最初创建京瓷公司时，动机很简单，把个人开发的精密陶瓷技术发扬光大。换句话说，一切公司政策的制定，他都是从自身立场出发，很少考虑到员工的切身利益。当时很多人对此表达了不满，稻盛和夫不得不静下心反思自己。那几页，稻盛和夫辗转难眠，经过彻底思考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：唯有利他，才能利己。后来，他完全放下创业之初所怀抱的个人动机，经营理念从利己转变为利他。对员工、
他颇多照顾。1973年，日本很多企业都在裁员，京子公司也受到了波及，订单直接锐减到了原来的1/10。在那段艰难的时期，稻盛和夫没有裁掉一个员工，他让1/10的人继续工作，剩下的人或学习或打扫卫生，工资还是照发。员工们也因此对稻盛和夫感激不已，合力帮公司渡过了难关。对客户，他一心一意为对方着想。78岁稻盛和夫担任即将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 CEO。 面对破产窘境，稻盛和夫给出的经营方案只有2个字：利他。原来他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，发现日航员工对待客户冰冷麻木，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。为此，稻盛和夫亲自前往一线，他面带微笑，热情服务客户。他还改进设施，周到地为客户考虑，这些举措最终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。仅仅1年多的时间，日航就重新实现盈利。当日航陷入危机时，稻盛和夫亲自给客户写信道歉，并推出免费机票等一系列优惠措施，展现了真诚为客户着想的态度。仅仅1封致歉信，就让日航收到了大量客户的回信，他们表示愿意继续支持日航。此外，稻盛和夫还推行阿米巴经营模式，把公司划分为众多独立核算的小集体，让每位员工都有机会参与经营决策，提高主人翁意识。这种信任和授权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，使他们甘愿为公司利益而奋斗。正如稻盛和夫所言，领导的精髓就是释放每个人的潜能。通过利他的理念，稻盛和夫不仅重塑了日航的市场信誉，也激发了员工的斗志，最终帮助公司重返盈利轨道。这些案例生动诠释了唯有利他才能利己的商业智慧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除了巴菲特和稻盛和夫，另一位对人性有着深刻洞察的商业领袖是亚马逊创始人杰夫·贝索斯。他曾说过一句名言：客户是你的上帝，而上帝是善变的。这句话道出了商业活动的本质，随时以客户需求为中心。贝佐斯深知，赢得客户的信赖和忠诚，比任何短期利益都重要。亚马逊推出的 Prime 会员一键下单免费退货等服务，都是基于这一认知而设计的。他们为客户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和保障，哪怕公司要付出巨大成本。而事实证明，这些举措不仅赢得了消费者的口碑，也为亚马逊积累了大量忠实用户，奠定了其电商帝国的基础。贝佐斯还十分重视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他鼓励员工大胆尝试，即使失败也无需惩罚，因为那是创新的代价。只要你没有一次失败，就说明你的目标还不够大。这种包容的文化让员工敢于冒险，推动了亚马逊在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新领域不断开疆拓土。贝佐斯对人性的理解，既包括对外的客户视角，也包括对内的员工视角，由此造就了亚马逊基业长青的护城河。格局与赚钱互为因果，赚不到大钱是源于锱铢必较，而一个懂赚钱的高手往往拥有大格局。他们明白，只要别人锅里有一份，自己碗里就不会缺一勺。有采访者问著名投资人吴军，你接触过那么多商业巨鳄，能不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成功的秘诀，供我们普通人学习？吴军回答得很实在，特别灵验的肯定不可能有，如果真的有，大家都照着做，那也不叫秘诀了。但我回想，那些人的确有个共同点，就是格局都超乎寻常的大。一个人的格局藏在他的赚钱方式里。当我们延伸财富的边界，其实也是在提升格局。法国经济学家埃斯特·迪弗洛为了对比富人与穷人，画了这样2条曲线。穷人做生意是 OP 曲线，很容易起步，但到某一个点就停下来，之后再也没有突破。穷人往往满足于小富即安，
缺乏长远规划和冒险精神，而富人则善于抓住机遇，不断开拓新的领域，以实现跨越式发展。这种思维差异决定了他们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。而富人做生意是 OC 曲线，会在调整和尝试中持续盈利，不断超越原有水平。埃斯特认为，导致这种差别的根源就在于思维模式。一个人能在财富积累上攻城拔寨时，认知结构也会跟着不断迭代。博主秋月几分凉写过一篇文章，谈到自己卖炸鸡腿的发家史。他家是卖炸鸡腿的，因为炸得外酥里嫩，街坊邻居都颇好这一口。虽然生意红火，也只是局限于镇上的方圆几十里。怎么才能把生意进一步铺开呢？他脑海里一直琢磨这个问题。他第一个想到外卖。当时外卖刚在大城市兴起，还没下沉到更下一级的城镇里，各种外卖平台都派销售员奔走于大街小巷，希望商家入驻。许多店家都排斥外卖模式，纷纷拒之门外。他却瞄准了这个时机，亲自联系到外卖平台，借外卖的形式扩大他生意半径范围。他第二个想到了让别人加盟。他拿出配料表，再加上按资金入股的方式，跟其他人一起合开了几家。就这样，当镇里的人还守着小作坊时，他的炸鸡腿生意规模却在不断扩大。有网友问他，为什么会具备这样的商业认知？他说，当一个人想赚更多钱时，他就会被倒逼着去想更好的主意，去思考更好的模式。口袋里的钱是脑袋里认知的变现。一个懂赚钱的高手往往拥有深刻的洞察力。乔布斯洞察到用户对图形界面的需求，推出了 Macintosh。马云看到了互联网时代的商机，创立了阿里巴巴。马斯克预见了电动汽车和太空探索的前景，成立了特斯拉和 SpaceX。 这些例子都说明，敏锐的洞察力是商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。每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拆掉思维的一堵墙，最后你自然比别人看得更加长远。烂事年年有，但赚钱这件事时不我待。南非心理学家苏珊还在贫民窟时，总会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。每次遇到故意找茬的人，他就立即打开册子看一眼，然后快步离开。朋友以为册子上记着稳定情绪的秘诀，借来看时才发现全是些紧急待办的事情。后来苏珊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成功被保送到哈佛大学，并在毕业后留校任职。如今已是教授的他，每年仅靠版权便有不菲的收入。苏珊在一次演讲时说，当有无聊的人为难你时，你应当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糟糕的环境。为了离开这样的环境，你需要做很多事，又怎么会有时间去和无聊的人争辩？人生在世，与其和烂人破事纠缠，不如努力赚钱，让那些人够不着你。成年人最清醒的活法，是在赚钱上内卷，在烂事上躺平。一，在赚钱上内卷。杨绛曾说，人要成长，必有原因，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。这世上所有的光鲜，都是用苦难换来的。先有日夜兼程的拼命，然后才有从容体面的自己。前段时间，一则主题为我为什么留下来的采访冲上热搜。快递员王宁在北京辛苦1年，过年不回老家，7天送完1600件快递订单，只为多赚2000元的节假日补贴。很多网友不理解，难得有机会和家人团聚，何必为2000元这么卷？只有王宁自己明白，父母在等医药费，孩子在等学费，妻子在等生活费。有了他过年加班赚的这笔钱，一家人才能多几分指望。而且平时抢单的人多，王宁每天6点半起床，工作15个小时，往往只赚400元。春节期间，大部分同行返乡，他只要干到中午，就能赚到平时2倍的工资。正因如此，别人躺平休息的时间，便成为他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机会。这不是王宁一个人的身不由己，而是采访中所有打工人的选择。
导游曾言，过年期间飞到离家2200公里的云南，迎接管控放开后的旅行热潮。厨师贞子为了单餐过千的工资，除夕当天还在别人家里帮忙烹制午餐和宵夜。经营咖啡店的王艺林舍不得关门，3年了，再不做春节的生意，年后就可能交不上房租。如果可以，他们何尝不愿回到家乡，向亲人细数1年来的辛酸和委屈。只是面对捉襟见肘的生活，他们早已失去躺平的资格。在别人苟且的时候，才能争取到额外的红利。其实不止他们，每个行业放眼望去，密密麻麻都是人。不肯受的累别人来受，不愿吃的苦别人来吃，你又如何从人群中脱颖而出，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体面的生活？2，在烂事上躺平。很赞同这么一句话，年轻人最大的不值是把赚钱的大好时光全用来展现血气方刚。一个人跟赚钱死磕，可以成就自己的人生。很多人在赚钱的道路上分心太多，追逐诸多不确定的机会，最终一事无成。而那些成功的人，往往能够聚焦主业，深耕细作，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潜能。正所谓一次只做一件事，这是通向财富自由的重要法则。为不顺心的小事死磕，只会磕到怀疑人生。正如朱德庸笔下的火柴人，一遇烂事就上头，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引火烧身。最近在看《我本芬芳》，对弟弟子恒的处事风格很是欣赏。有次他去看望姐姐，拎的4斤腊肉在车上被偷，只好另买1只鸡作为礼物。姐夫嫌他礼薄，故意在炒菜时把锅打烂，让他无饭可吃。子恒赶紧帮忙补锅，并告诉姐姐，锅用久了，不干姐夫的事。他常把母亲的话挂在嘴边，让人不是怕人。而凭着这句话，子恒在乡里乡外避免了许多纠纷，从而能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上。恢复高考后，他成为当地第1个大学生，并最终帮助家人搬出穷困的山村。周国平说，一个人把心力全用来计较小是小非，就没力气去考虑影响人生的大事。对烂事躺平不是摆烂，而是我们精力有限，必须留给真正值得上心的事。一个人跟赚钱死磕，可以成就自己的人生；为不顺心的小事死磕，只会磕到怀疑人生。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专注的力量。古人云，一次只做一件事，意思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前的工作中，不要3心2意，贪多误得。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时，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，事半功倍。反之，如果同时追逐多个目标，就会分散精力，降低效率，最终一事无成。在赚钱的道路上，专注尤为重要。很多人之所以收入停滞不前，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专注。他们总是想找一个快速致富的捷径，而不愿意脚踏实地地做好一件事。他们频繁跳槽，换行业，换赛道，结果往往是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。相比之下，那些专注的人往往能够走得更远。他们深知成功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，而不是一蹴而就。他们懂得聚焦主业，深耕细作，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即使遇到困难和挫折，他们也能咬紧牙关，迎难而上，因为他们明白这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马云曾说，我今天的成功并非一天之功，而是20年如一日的专注在阿里巴巴的发展上，持续的为客户和社会创造价值的结果。这段话道出了专注的真谛。只有长期专注于一个领域，不断积累和沉淀，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。所以在赚钱这件事上，我们要学会集中力量办大事，而不是分散精力于鸡毛蒜皮。只有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，才能真正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。赚钱不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足，也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充实。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，我们不断突破自我，战胜惰性，锤炼出一种坚韧不拔的品质。
我们学会了如何面对困境，如何化压力为动力，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机会。这些宝贵的经验和心得都将成为我们一生的财富。更重要的是，赚钱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多元，理解了商业的逻辑和规律。我们不再被表象所迷惑，而是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。这种睿智和洞察力是任何学校都无法教授的。所以，赚钱不仅是为了金钱本身，更是一种觉醒，一种修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断升级自己的认知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最终成长为一个内心强大、思维敏捷、富有智慧的人。这才是赚钱带给我们的终极财富。让我们以那些商业巨擘为榜样，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不为困难所惧，不为诱惑所动，始终保持一颗淡定从容的心。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就一定能够抵达梦想的彼岸，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说过一句话：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世人皆逐利，财富的背后尽是人性的挣扎。因此，当一个人认真去搞钱，就会变得通透，变得聪明。从1000赚到10万，从10万赚到100万，我们也会慢慢了解世界的运转机制，始终记得刘同的一句话：所谓人生赢家，无非就是在该翻篇的时候不浪费自己一丝气力，在该拼命的时候逼得自己不留一丝余力。漫长的人生，烂事年年有，月月有，日日有，但赚钱这件事时不我待。多年后，你会忘记所有不愉快的故事，但会感谢那个起早贪黑的自己。愿你我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不断觉醒，成为内心强大、智慧通透的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